在家里做泡菜的时候，还是摆满了坛坛罐罐吗？今天我教你一个方法，从此告别满地的坛坛罐罐，腌出的泡菜仍然会不生花、不软烂，而且几乎不会受到杂菌的感染，成功率能达到99%。只需要10天，你就能吃上香脆爽口的泡菜了。什么？真空泡菜？你没搞错吧？当然没有搞错，我就是要用真空袋发酵泡菜。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原理。泡菜主要是靠乳酸菌的发酵生成大量乳酸，而不是靠盐来抑制腐败微生物的。只要乳酸含量达到一定的浓度，并且隔离空气，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所以3000年前的中国古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保存蔬菜的。空气中和蔬菜的表面都有大量的乳酸菌，乳酸菌也恰恰是厌氧菌，它在有氧和无氧的环境下都可以生存。如果把蔬菜放在真空袋里，然后抽出空气，让它跟空气完全隔离，利用蔬菜中的乳酸菌，是不是就可以做成泡菜呢？与空气完全隔离，是不是发酵的过程也更安全呢？所以家用真空机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可以，1年4季都可以在家里制作泡菜了。首先要准备一个家用真空机，要买那种加热条在30厘米以上的，这样就可以使用30×40的袋子，能多装一些蔬菜，价格也就是100多块钱。我们先来做东北酸菜。做好酸菜的关键是水、盐和白菜的比例，以及腌制时间和制作过程中的封闭性。传统的做法稍有不慎就会腐烂。加入凉开水的目的，一是通过高温可以灭掉水里的一部分杂菌，还可以把水里的氧气排除掉，也就是把白菜泡在凉开水里，形成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离的空间，让其他杂菌无法繁殖，只给乳酸菌创造生存的条件。所以我们用真空机就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首先把所有使用的器具洗干净，并且用高度白酒消毒，然后把酸菜有磕碰和要腐烂的地方去掉，这些地方可能会有杂菌产生。在选择白菜的时候，要选择菜叶部分紧实的，大小适中，菜的根部不要有腐烂的地方，切掉根部接触泥土的部分，不要把泥土中的杂菌带入。下一步要称重，称重的目的是要计算盐的使用量，我们按照5/1000的比例来加盐，这样既不会抑制乳酸菌的繁殖，又会给酸菜增加鲜味。906克的白菜大约是4克盐，盐加多了会抑制乳酸菌的生长，发酵的时间也会延长。再加入3/1000的糖，906克的白菜大约加入3克糖。加糖的第一目的是给乳酸菌提供营养，让它们能快速的启动发酵。其次，糖也可以为酸菜增加鲜味。然后把糖和盐倒进真空袋里摇匀。抽真空的时候注意不要把盐和糖粘在封口的地方，否则会封不住口，空气马上会进去，有可能会导致发酵的失败。抽好真空后，放在30度常温闭光的地方发酵。通常酸菜的发酵温度在15到20度，但是我们的实验中22度左右的温度发酵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至少需要15天的时间，而且容易出现软烂的现象，所以降低盐的使用量，提高温度，就会很快的发酵成功。12个小时左右，真空袋里的白菜会有一些水分析出，白菜的表面也会有一些小气泡，袋子也没有一开始那么紧实，这是发酵的正常现象，说明乳酸菌已经开始工作，会产生一定量的气体。24小时以后，白菜的颜色有些变黄，这是第5天，真空袋已经膨胀到了这样的状态，再继续下去，袋子有可能会被撑破。这时候要把袋子剪掉一个角，排除一部分里面的二氧化碳，再重新把口封住，外面的空气仍然不会进去。以前白菜叶片绿色的部分已经变成了黄色，这时的酸菜有一点点酸的味道，甚至还有一点甜。不要打开袋子，让它继续发酵，只有时间会证明一切。这是发酵了10天的酸菜，从颜色上判断应该已经达到了很好的状态。打开袋子的一瞬间，就闻到了小时候家里酸菜缸的味道，颜色非常的正。漂泊在外的东北小伙伴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吃上一口纯正的家乡味道了。然后把里面的水倒出来，酸菜水里有丰富的天然活性乳酸菌，经常用来浇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还是先来检测一下亚硝酸盐的含量。
完美。用这样的方法发酵酸菜，看来是完全可行的。在我们的几份实验里，没有出现过软烂生花的现象，成功率几乎100%。既然酸菜可以，那其他的泡菜种类也应该是可以的。先来试一下酸黄瓜。秋天的黄瓜总是长不大，而且很嫩，这时候也是腌菜最好吃的时候。北方人称为黄瓜钮。同样把黄瓜的两头去掉，用水清洗干净。沥干水分，再喷一些高度白酒，可以起到灭菌的作用。装袋称重。按照跟酸菜同样的比例加入盐和糖。放在同样的温度和环境中发酵12个小时左右，黄瓜表面也同样出现了小的气泡，出现了产气的现象。目前来看也是一切正常。24小时以后，也有一部分黄瓜由绿色变成了黄色。第5天的时候，黄瓜已经完全变成了腌黄瓜的颜色。这是第10天的状态，完全就是那个味儿。酸黄瓜都可以了，如果是四川泡菜呢？我们用了卷心菜、白萝卜、胡萝卜、辣椒、小米辣、姜、蒜、花椒、八角。四川泡菜里的一些蔬菜质地比较坚硬，组织结构比较紧实，会不会出现问题呢？12小时的时候，泡菜的发酵也一切正常，也会产生气体。24小时以后，泡菜里的辣椒颜色已经发生了变化。第3天的时候，已经是泡菜发酵最旺盛的时期，里面充满了气泡，隔着袋子就能听见气泡的声音。第5天左右，泡菜的袋子同样胀得很厉害，这时候同样剪开一个小口，把二氧化碳排出。酸黄瓜的袋子并没有胀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是因为家用真空机封口并不是那么严，肯定不如商用真空机好用，但是不会影响发酵的效果，因为发酵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是从里往外排出的，空气中的杂菌还是无法进入，所以同样会保证发酵过程的安全。10天后打开袋子，味道仍然非常鲜美。发酵的过程总是充满了意外的惊喜。微生物在帮助人类保存食物的同时，也对食物的分子进行了分解和转化。在食物失去原有味道的同时，又形成了一种崭新的食物。我们也会继续探索家庭制作发酵食物的各种方法。我们更希望您看完视频以后，在制作某种发酵食物时收获了很多的惊喜和希望。